逆时针式拆，小心哦，很危险哦。等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学徒。很难过哎。嗨，小鹏哥，今天来介绍一款小鹏哥的专利品。这个东西其实我已经问世了半年多了，迟迟一直没有拍影片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般在使用砂轮机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我们要拆这个挡片的时候，它一定要使用这个工具。你不使用这个工具呢，它万一卡死的话，你会拿铁锤在那边敲啊，或者是说拿活动扳手，或者是说拿管钳，你会不断的要把它给转出来。有时候它卡得很死的话，你可能花1天的时间，它还是没被你转下来。我有一款很神奇的东西，它只要利用你1只手掌的力量，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转下来。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哦。传统的挡片，我们一定要配合它的工具，所以你可能随身携带，就像这样挂在上面很不方便，一定是这样装起来，然后去做转嘛。那有些人一定会来反驳我说啊，我用手就可以。我当然知道你用手可以啊，但有时候真的卡很死的时候，你的手转不下来的时候，你就是只能拼命的找工具。那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用这工具转嘛，一转好它就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换我们的砂轮片。那我有一款小鹏哥的专利品，就是压缩机专用的压板，它安装方式非常的简单，任何砂轮机都可以做使用。我们今天只要把砂轮机的这些东西全部拆下来之后，安装方式，它这个是螺牙设计，我们只要把它转进来，转进来之后，你只要用活动扳手稍微用力一转紧，砂轮片安装上去，最后再把你的压板也合上来。我们在使用砂轮机使用完之后，你只要用手就可以轻轻的转下来。来，我示范给你看哦。我们今天用这个把它锁很紧哦。有没有看到？你有感觉出来我很用力吗？好，它已经很用力了。看好，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只要把后面的这个地方，那老师傅都知道，后面的地方压着。大家看好哦，看好哦，它被我转开了。有没有看到？我没有作假哦。再用一次给大家看哦，来，呀，有没有感觉出来我用力吗？好，用力到它都滑掉。看好哦，注意看哦，注意看哦，它是真的被我拆开喽，这不是开玩笑的哦。为什么它这么神奇，这么轻松就拆开来？来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它这里面的内部结构有一个倒三角卡榫的设计。当我们砂轮机在快速转动的时候，它这个倒三角跟前面挡的地方，它会做非常紧密的贴合。这个时候我们在旋转的时候，它会卡很紧，不会有安全上的疑虑。当我们要去松脱的时候，它后面有一个很小的间隙，你只要用手轻轻的去转一下，那个间隙就被松开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发明。这对于施工上人员来说的话，你今天只要有这个东西，任何的砂轮机，不管是德伟、牧田、米沃奇，或者是插电的砂轮机，你只要有这一颗东西，它只要有这种牙的地方，你都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给装上去，就是这么轻松装上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的砂轮片给放上来了。那你上面原本是什么压板，你就用什么压板把它给装回去。所以这个是针对所有砂轮机去做设计的。那我今天找一个16岁的学徒，毛都还没长齐的，拆给你看，看他是有多难拆。好。有没有看到毛都还没长齐的学徒，16岁的哦，我跟你讲，没违反劳基法哦。逆时针式拆，小心哦，很危险哦。等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学徒，很难过哎。压着，一定是靠近身体的地方，这样推。哦，有没有？这样推，来，再一次，小心哦。他手一溜球，你手会受伤哦。加油，加油，加油！哎。你或者觉得很可笑，说我用手也可以啊，当然啦，我用手我也可以转开啊，但他是学徒哎，那明明就有好用的东西，你偏偏不信邪，装上小鹏哥专利的砂轮机挡片，放上砂轮片，覆盖，真的很好安装。来，我故意锁紧哦，故意锁紧哦，来，故意锁紧哦，故意锁紧哦，来，你压着，用手这样转就好。好，转开了，轻松哎。对啊，很轻松哎。我有骗你吗？轻轻转就开了。我有骗你吗？没有。我会骗你吗？不会啊。对啊，我有骗你吗？真的很轻松。他才16岁，我如果叫他来骗你，我天打雷劈啦！我跟你讲。
那这个产品哦，或许有人看过它的前身，就是它的一代。这个是它的一代，它的一代的缺点呢，在二代的时候它已经都改进了。这个一代的缺点就是，第一个它会比二代做的还要厚，第二个它这里面的设计是靠弹簧去做松脱的动作，那这个是做倒三角的设计来做到它可以做松脱的动作。但这个一代呢，它安装方式可能你会觉得说比这个简单，它只要放上来它就好了。但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是非常摇晃的，它不是锁在牙上面的。但这个二代它是直接把牙给锁进去的，所以当我们把牙锁进来之后，在做切割的时候，这个砂轮机就不会有跳动的问题发生。我们可以切一次，用一代这个挡片跟二代的挡片切给大家看一下，让大家知道它的跳动是有多大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师傅们，这样介绍以后，大家对这个产品有没有多一份的认知了？大家千万记住，我刚刚影片在示范的时候是没有加任何护盖的，这是不对的。在施工上的时候，大家千万记住，这个砂轮机的护盖一定要装，它是第一名的工具，致死率第一名的。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要把护目镜给戴起来，保护自己哦，比什么都还要重要。不止这个挡片附送给你，上面的地方我为了要让你施工方便，我之前影片有介绍过，我这种6角压板，它只要装上去的时候，它只要用活动扳手就可以拆开来了。这种工具哦，基本上哦，你不太可能会带到身上，带到身上哦，直接增加你的负担，直接增加你的烦恼。所以这一整套哦，我都会附给你。那除此之外哦，它里面有一个这个挡片。这个挡片哦，相信大家一定会知道，你今天要用5寸砂轮片的话，你一定要用这个去做转换。好，我们就把砂轮片给安装上去，把它给盖起来。变镜环的话，如果是用在这种切墙片的话，再让你去做使用，所以这一点哦，大家一定要明白。但如果是这种一般切削砂轮片的话，我是不建议做变镜环的，因为它的护盖会比较大。千万记住，不管你怎么做转换，第一个你一定要是真的是一个懂施工人员的人，再来去买这些东西。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新手用这个的话，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个产品哦，如果你今天是 DIY 的朋友，我是不建议你做使用的。我还是希望是你是专业技术人员再来选购这个物品。这个商品哦，去年哦，小鹏哥就一直着手进行了，已经给非常多朋友在做试用了。它是真的非常方便，但我跟你讲，任何产品都一定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我觉得它的缺点就是我们这种插电式的砂轮机，它会发烫，烫到有时候一定要戴手套或者手没办法摸，整个会发烫。因为它这个设计一定要有这个橡胶，这个橡胶就很容易融掉。但是这种电池式的砂轮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橡胶不会有融掉的问题。所以这种砂轮机哦，如果你今天使用，它会那种非常过热的话，这个橡胶一定有它的寿命存在的。但这个东西小鹏哥会努力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材质可以去替代它或者克服它。但如果你正常使用的话，我自己用了这么久，我一个挡片哦真的可以用很久。针对这个商品哦，想要尝鲜看看，或者今天你看到这支影片，针对这个产品有任何意见的话，都可以下方留言。它可以做改善的话，小鹏哥也会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改善的动作，再来分享给大家。